大家好，这里是澳洲来信。江泽民这一代人最难的一点，不是会不会说漂亮话，而是他刚上台的时候，中国到底该往哪儿走，没人说得清。今天回头看，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都卡在两个极端里，一边觉得他太会顺势，太会做人，太会在权力场里腾挪，另一边又觉得他把很多本来就很乱的问题，直接推到了一个更现实也更冷酷的方向上。但如果只用一句话概括，我更愿意说，江泽民不是改革开放的发明者，他是把改革开放从一个混乱、含糊、靠口号硬撑的阶段，推到制度化阶段的人。这个人很关键，因为真正决定一个时代走向的，往往不是第一个喊口号的人，而是那个把口号变成规矩，把实验变成制度的人。先把时间拉回到他接手的时候，那是1989年前后，中国表面上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实际上很多东西还是半新不旧，半死不活。想走市场，但配套制度跟不上；想搞企业，但产权不清；想放活经济，但财政、金融、法律全都乱。整个国家像是已经决定起步了，可发动机、刹车、方向盘还没有一套完整装上去。今天很多年轻人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公司很多其实就是原来的局，换个牌子，名字变了，管理方式没怎么变，还是行政命令，还是层层批条子，还是官僚系统那套。表面上像企业，骨子里还是机关。民营经济那时候也不是今天这种状态，私人雇工，人数一多就容易被扣上很重的帽子。市场本身没有真正被承认，利润也没有真正被承认，所以整个社会很别扭，一边在学市场，一边又不肯把市场最基本的规则讲清楚。金融系统更乱，银行名义上叫银行，实际上很多权力边界都不清，利率怎么定，谁说了算，信贷怎么放，谁来约束，都不是今天这种成熟体系。再加上双轨价格，同样一件东西，有票是一种价，没票是另一种价，有关系是一种价，没关系是另一种价，这就天然制造了巨大的套利空间。那时候最典型的不是单纯的贪，而是制度本身就在鼓励人钻空子，谁手里有批条子，谁就有分配权，谁能把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价差吃下来，谁就能迅速积累财富。所以官道会那么严重，不是偶然，因为那个时代的规则本身就在给这种石榴口子。江泽民上来之后，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开始把这些模糊地带尽量收紧。他不是靠一套浪漫口号，而是靠制度拼图。这一步很现实，也很重要。他开始推动法律和金融框架的建立，公司法、预算法、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这些都在那几年陆续落地。你今天看这些名字很平常，可在当时，这意味着中国终于开始尝试回答几个最基础的问题：企业到底是什么？财政谁说了算？银行和政府是什么关系？市场能不能真正按规则运转？这才是江泽民时代真正的分水岭。不是改革开放有没有继续，而是改革开放开始从能跑就行变成得有制度。这套转向当然不是没有代价，甚至可以说代价非常大。最典型的就是国企改革。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提出了抓大放小，意思很明确，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继续抓在手里，但大量竞争性不强、效率很差的国企要退出，要重组，要让位给市场。从国家层面看，这个方向并不难理解，因为如果国企一直靠行政输血，整个经济就会被拖死。可问题在于，改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落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东北下岗潮就是那个时代最沉重的一页，很多国企工人原本以为自己端的是铁饭碗，结果一夜之间饭碗没了，买断工龄，补偿很低，年轻人还能再找工作，可那些干了20-30年的人，面对的是整个生活结构一起塌。这不是简单的失业，这是身份的崩塌，是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全部跟着一起失去确定性。我知道，站在今天往回看，很多人会说那个阶段迟早要来，国企迟早要改。这话没错，但问题不在于改不改，而在于怎么改。如果你把一个社会
必须承受的阵痛，处理成一种不讲人的方式，那最后留下来的不只是经济数据，还有一整代人的记忆。澳洲也有产业调整，也有工人被迫转岗，被迫离开传统行业的时候，但澳洲至少有更完整的社会保障，劳资协商和制度缓冲。中国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缓冲垫，所以同样是改革，撞击感完全不同。江泽民时代的第二个大变化是对腐败和权力寻租的态度开始变得更复杂。一方面，他确实打掉了很多过去双轨制留下来的灰色利润，军队经商也被逐步叫停，一些最直接最粗糙的倒买倒卖空间被压缩了。可另一方面，新的问题又起来了，那就是权力本身开始更系统的进入资源配置，也就是说明面上的官倒少了一些，背后的权力型利益网络却没有真的消失，它只是换了更隐蔽的形态。这就引出另一个很多人很在意的话题，江泽民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一个更会稳的人？因为他并不是简单的放任一切乱下去，他知道哪些东西必须收，哪些东西可以放，哪些矛盾必须压住，哪些矛盾可以先不动。他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技术官僚思维，而是他明白一个大国在转轨的时候不能只靠经济口号，还得有一套能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语言。所以三个代表出现了，这个理论在很多人眼里后来被说得很公式化，但放回当时，它其实是在完成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换。以前那套叙事强调的是革命党，革命党讲阶级斗争，讲谁代表谁，讲谁是敌人，谁是要被改造的人。问题是，国家真要进入长期治理阶段，这套逻辑就不够用了。因为一个政权如果天天只讲斗争，不讲发展，不讲治理，不讲规则，它最后很难稳定。三个代表本质上是在说，共产党不只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要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话很绕，但它的政治含义很清楚。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往一个执政党转，它开始用治理合法性去替代纯革命合法性。这一步的意义不能低估，因为一旦你承认自己是执政党，那老百姓就可以开始问，你凭什么执政？你治理的好不好？你有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你是不是应该接受监督？这和过去那种革命党不许你质疑的逻辑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从这个角度看，江泽民时代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把中国政治话语往执政能力这个方向推了一大步。当然，这不代表它就变成了一个自由竞争的制度，它仍然是高度集中的，但它至少开始用现代治理语言替代一部分旧式革命语言。再往下看，就是退场问题，这也是江泽民最容易被比较的地方。他不是一个没有权力欲的人，恰恰相反，他非常懂权力，也非常知道权力的边界。可真正让很多人至今还记得他的，不是他怎么上去的，而是他怎么下来。中国政治里能主动退、按点退、让位退的人历史上并不多，很多人一旦坐上去就想一直坐。可江泽民最后把位置交给了胡锦涛，自己也没有无限拖延，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它说明至少在那个阶段，最高权力还可以按照某种程序性交接。这对一个大国来说非常关键，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永远只有上台没有下台，那他迟早会把所有制度都熬穿。很多人今天回头看江泽民，会觉得他有一种很强的时代过渡性。我同意，他像是把中国从一个粗糙的半计划、半市场、半行政、半商业的年代，带进了一个更成型的现代国家阶段。这个阶段当然不完美，它有腐败，有阵痛，有下岗，有权力寻租，但它也有法律框架的出现，有市场秩序的确立，有对外开放的加深，有社会活力的恢复。如果说邓小平解决的是敢不敢改的问题，那江泽民解决的就是怎么改的问题。这两件事不是一回事，也正因为如此，江泽民不是一个适合用简单、好坏二分法去评价的人。他既不是纯粹的改革英雄，也不是纯粹的保守阻力，他更像一个在历史夹缝里把已经启动的火车重新铺轨的人。
扑轨的过程不一定好看，甚至很疼，但没有这一步，后面的很多东西根本跑不起来。所以我对江泽民的判断是，他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但他很可能是改革开放真正制度化的关键节点。没有他，中国会继续往市场化走，可未必能那么快从混乱走向规则。这就是江泽民留下的历史位置。他不只是一个会讲话的领导人，他是一个把时代往前推了一格的人。而时代往前推一格，往往比喊100句口号更难。如果再往前追一点，就会发现江泽民并不是那种纯粹靠政治冒出来的人，他本来就是技术官僚出身，早年学的是电机，做过工厂，也在很多外事和工业系统里长期打磨过。这种经历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他看问题的方式，不是从抽象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能不能运转出发。这类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不喜欢把事情说得太绝，也不喜欢把所有矛盾都一次性摊开。他们更习惯在制度缝隙里找平衡，在人和人之间找缓冲，在风险和机会之间找一个临界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江泽民会来世，但又很难把他简单说成一个靠情绪驱动的人。他和前面那一代领导人比，个人风格也明显不同。邓小平是定方向的人，讲话短，判断狠，重结果。江泽民则更像一个需要把方向落成工程的人，所以他对专业人士、技术官僚、金融官僚特别倚重。因为他知道，改革开放一旦走进深水区，光靠政治决心不够，你得有人懂市场，懂财税，懂银行，懂国际规则。这也是为什么江泽民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明显往更实质的方向走，不只是招商引资，不只是喊开放口号，而是开始真正去适应全球化的规则。一方面是学习国际金融和法律框架，另一方面是更主动的和外部世界接轨。这件事今天看起来很普通，但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中国内部其实一直有一股很强的保守惯性，很多人本能上不愿意承认外部规则的约束，总觉得自己可以走一条完全独立的路。可问题是，市场经济不是自说自话。你如果要做外贸，要引外资，要建制造业链条，要让企业真正跑起来，你就得接受规则。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规则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江泽民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是比较务实的，他不太像那种高声喊口号，同时又对外部世界充满敌意的人。相反，他愿意通过技术、贸易、制度和学术交流，把中国重新嵌入全球秩序里。这种做法并不浪漫，但它符合当时的现实。说到现实，就绕不开1990年代中国社会的另一层变化，那就是城市分化开始显著加速。一边是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民营企业、外资工厂迅速起来，另一边是内陆和老工业基地，尤其是东北，承受巨大的转型压力。这不是简单的地区差异，而是中国第一次在市场化过程中清晰看见谁在受益，谁在付出代价。很多今天讨论阶层变化的人都会把那个转折点往后推，但我认为真正的结构分化，江泽民时代就已经很明显了。沿海地区的人开始接触更成熟的市场逻辑，会英语的人更吃香，懂外贸；懂物流、懂合同、懂会计的人更吃香。而那些只靠单位、靠配给、靠旧秩序吃饭的人，慢慢就发现世界变了。这个变化本身没有什么道德好坏，它是现代化的一部分。问题是，当变化太快，而社会再分配能力跟不上时，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是被时代甩下了。所以江泽民时代既是扩张时代，也是分层开始显现的时代。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点是他的政治手腕。江泽民不是靠单一权威压人，他很懂联络、平衡、拉拢、分化。有时候外界会觉得他有点圆滑，甚至有点老狐狸。但如果把权力场看得更清楚一点，你就知道，这类人其实是高度依赖判断力的。他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让一步，什么时候该硬一点，什么时候该给别人台阶，什么时候该提前布局。这也解释了他后来为什么能在复杂的党内关系里站稳，因为他不是那种一开始就拥有绝对威望的人，
恰恰相反，他刚上来时，很多人都觉得他只是过渡人物。可过渡人物如果真能把局面稳住，把规则搭起来，把权力交接完成，那他就不再只是过渡人物了。江泽民的历史评价之所以总是分裂，还因为他身上有一个很典型的矛盾。他一方面推进市场化，推动法律和制度成型，另一方面，他所处的政治结构又决定了这种市场化不可能发展成完全自由的政治竞争。所以你会看到一种很中国式的局面：经济在放，政治在收，社会在活，权力在稳，规则在多，边界也在多。这种局面不总是舒服，但它确实构成了中国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基本底色。今天很多人回忆那个年代，之所以会觉得相对宽松、相对活跃、相对有希望，就是因为它不是完全封闭的，媒体还有空间，民营经济还有空间，知识分子还有空间，社会讨论还有空间。虽然这些空间都不大，但跟后面比已经很不一样了。从澳洲人的角度看，这种差别尤其明显。澳洲的制度变化一般是渐进的，争论再大，最后也要经过议会、媒体、法庭和社会协商。中国那种转轨方式更猛、更集中，也更依赖少数人的判断。这就决定了，同样是改革，澳洲更像是慢慢掉方向盘，中国那一代更像是在高速行驶中换轮胎。所以你再看江泽民，就会发现他身上的很多评价其实都带着时代切片。喜欢他的人觉得他把国家从混乱里往前拽了一把，不喜欢他的人觉得他把很多矛盾压下去，结果埋得更深。这两种看法都不是完全没道理，因为他本来就是站在一个最不容易的位置上，既要让经济继续走，又要让政治别乱，既要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又要给未来搭一个能继续运行的架子。这种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做，因为它不讨好，它没有太多诗意，它甚至经常意味着你必须接受一些很难看的代价，但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真正改变局面的不一定是最激进的人，有时候是那个知道现实有多脏，但还是得把机器修起来的人。江泽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把他的时代再压缩一点，我会这么说：他接住了邓小平留下的改革火种，他把双轨制、下岗潮、国企重组、法律建制、三个代表、权力交接一件一件推过去。这些事有些光鲜，有些难看，有些今天依然有争议，可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从那个阶段开始，终于不再只是靠敢不敢改来理解自己，而是开始认真面对怎么治理。这才是江泽民时代最值得记住的地方。它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一整套从混乱走向秩序的艰难过程。当然，江泽民的历史评价之所以总会争议不断，还因为他不是一个单线条人物。有些人喜欢从某一个标签去定义他，比如改革派、保守派、技术官僚、老江湖，但这些词单独拿出来都不够，因为他一生最典型的地方就是他总在不同逻辑之间切换。在经济上，他更像改革推动者；在政治上，他更像稳定压舱石；在意识形态上，他又试图给变化中的政权找一套新说法。这就导致他很难像某些人物那样被简单神化或者简单妖魔化。他做了很多让市场更活、让制度更完整的事，但他也参与了很多让社会更紧、更现实、更不讲情面的决策。所以你去看江泽民，不能只看他在镜头前的样子，你得看他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究竟把车往哪个方向打了一把。例如他和朱镕基的配合就很能说明问题。朱镕基是那种风格非常硬的人，讲效率、讲结果、讲落地。江泽民则更像把宏观方向、党内平衡、社会节奏一起考虑的人。两个人合起来，才把90年代后期那场大专轨推过去。一个负责砸，一个负责稳，一个负责冲，一个负责收。这不是谁比谁更高明，而是他们在那个阶段恰好形成了互补。再看他和胡锦涛的交接，也有类似意味。胡锦涛上来之后风格明显不同，更克制、更平稳、更少个人色彩。这说明江泽民其实把一个
相对可交接的结构留给了后面。当然，后来很多事情又发生了变化，但至少在那个时间点，交接本身是成立的，这不是一般政治人物都能做到的。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地方，是江泽民很懂舆论场，他并不总是端着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他知道什么时候要给公众留下一个可记住的形象，有时候是技术官僚的稳，有时候是会讲话的松弛，有时候又是非常敏感的政治防守，这种复杂感正是很多人后来反复谈他的原因。但我还是想把评价落回到最核心的一点，如果没有江泽民，中国改革开放很可能会继续推进，这几乎没有疑问。可他做的不只是继续推进，而是把原本半拉子的东西一部分一部分钉在制度上，让很多本来只能靠临时处理、靠行政拍板、靠个人判断的事，开始有了规则的雏形。这件事一旦完成，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一个国家真正的现代化，不是看它会不会在某一年冲得很快，而是看它能不能把那种冲劲变成长期可重复的秩序。江泽民时代的价值恰恰就在这里。所以今天再评价他，我觉得最合适的方式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直接下结论，而是承认他确实改变了中国，改变的不轻松也不漂亮，但历史从来就不总是漂亮的。你可以不喜欢那个时代的代价，你也可以继续争论他的得失。可有一点很难否认，没有江泽民，中国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不会走到后来那个样子，而这已经足够把它放进非常重要的历史位置里了。所以我最后的判断还是那一句，江泽民不是那种让人一眼热血沸腾的领袖，但他确实是那个把时代从混着跑往按规矩跑推了一把的人。这一下改变的是后面很多年的路。这里是澳洲来信，谢谢观看，欢迎点赞、订阅、评论。